贪狼明明答应了灵天后要保护剑霄12子的周全，却转头就把他们囚禁在潮汐深渊整整100年。是贪狼变态，还是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原来这背后藏着的是一场比杀戮更残忍的活体养蛊。在贪狼眼里，这群所谓的天才弟子根本不是人，而是开启先帝洞府令牌的活体钥匙和关键时刻用来挡刀的一次性盾牌。1月前，剑霄12子皆被召集去亡火妖郡，而召集之日名唤贪狼。贪狼这手玩得太阴了，他把这群人骗到潮汐深渊，手段极其阴毒。哪怕陈龙这些弟子心存疑虑，但在巨大的宝藏诱惑和贪狼这个大供奉的实力压制面前，他们别无选择。到了地方，贪狼露出獠牙，他用奇魔针控制了那里的文兽王，制造了巨大的兽潮混乱，直接把这群人困在了一个进退两难的死地。表面上他是为了大家好，说这里有重宝，只有团结才能活下去。实际上他就是把这群人当成了人质，他利用这100年的高压环境，像熬鹰一样一点点磨掉这群天才的锐气，逼出了他们体内最纯粹的求生欲和剑气。陈龙他们虽然也怀疑过，但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只能忍气吞声，成了待宰的羔羊。这种明知是坑还得跳的绝望，才是最折磨人的。那么问题来了，贪狼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花100年时间去圈养他们？直接杀了不行吗？不行，因为他发现这第4块仙府令牌非常诡异，不仅需要特定时间出现，还需要特定频率的剑气来祭祀。而剑霄12子身上的灵天后剑气就是最好的祭品。贪狼其实是把这群弟子当成了酿酒的原料，他通过100年的囚禁和生死煎熬，迫使他们的剑气自主护体，形成一种天然的提纯机制。这就跟熬药一样，只有把他们熬到了油尽灯枯，剑气才会最纯。甚至他还留了一手更阴的，在弟子身上种下咒印，万一自己快挂了，能瞬间抽干弟子的剑气当盾牌，如果遇到强敌，还能引爆弟子元神当成人肉炸弹。贪狼就像个冷血的收割者，他在等这些剑气果实成熟的那一天，只要时机一到，到了那个子无归一的日子，他就会诱导他们结成大罗剑阵，主动献祭。那一刻，剑气纯度达到峰值，令牌认主成功率暴涨90%。这哪里是圈养弟子，这分明就是在养一群行走的钥匙库。最讽刺的是，贪狼机关算尽，当了100年的饲养员，眼看果实熟了就要摘了，结果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王林来了。王林干了什么？他带着周易杀进紫雾，不仅顺手收割了那些本来是给贪狼当祭品的弟子，吸干了他们的剑气，还反手利用这些剑气抢走了贪狼最想得到的仙府令牌。就像你辛辛苦苦种了100年的地，施肥浇水，像伺候祖宗一样，结果就在收割的前1秒被人连锅端了。那一刻，贪狼的心态绝对崩了，他甚至开始怀疑人生，为什么自己明明算计了一切，最后还是输给了这个突然冒出来的煞星。贪狼100年的贪婪与隐忍，最后全成了王林一瞬间逆天改命的嫁衣。他不愧是修真界第一送财童子，这波操作简直是给王林送了一套满级装备大礼包。剑霄12子的悲剧，其实给所有修真者，包括我们上了一课。在这个利益至上的世界里，永远不要轻信那些所谓的大佬带飞，因为你不知道，在大佬的棋盘上，你是那个能分一杯羹的合伙人，还是那个注定被牺牲的祭品。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实力，那就别去做那个一夜暴富的梦，因为梦醒的时候，可能就是你被端上餐桌的时候。